咱不墨迹了啊。然后那个，咱们刚才讲到韩国了，是不是啊？韩国现在就五五轩互互哈嘿。然后有人说那个小尹的能这么刚吗？他都拉成啥样了？那支持率，那他跟老登都没法比了，现在呀，跟小胡子比一比还行啊，都干到20以下了。老铁们错了啊！那尹锡悦虽然看起来是有点怂，但是稍微了解他的一点人就会发现，尹锡悦这个人呢，我告诉你，他是个典型的笑面虎。尹锡悦他是你不信你就看见，他典型笑面虎，他的目的性非常强，而且他是世家出身。当时他老婆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他老婆跟他老丈母娘，我跟你说，就赌这个人呢。他老婆大家挺有钱的，做生意的啊，所有的砸钱给他老公，完了呢让他老公走向政坛。当时他跟他老婆认识的时候是一个检察官啊，就看着他有潜力了啊。这哥们也挺，这姐们也挺有眼光的，说实话啊。然后呢，就我刚才说了，笑面虎世家出身，你别看他跟大漂亮跟小本的人面前比较怂啊，但也能看出他上任几年来所表现对权力那个欲望啊，老铁们是远超一般政客的。这玩意儿跟他家的女人也有关系，你知道吧？因为什么呢？他家女人在背后吹那枕边风啊，包括推波助澜呢，反正所以他对权力这个欲望相当之哇塞。这种人野心一旦发作，非常可怕的。知道吧？就有欲望的人非常可怕，而现在韩国国内问题非常多呀，对不对？像什么人口问题呀，家人们，对不对？经济问题呀，啊，他是不是会考虑通过一场可控的局部的战争来转移这些矛盾？那不好说。他家现在问题老多，我不说了吗？连白菜都吃不起了，现在他家白菜都37块钱一颗白菜，兄弟们，你们敢想不？泡菜国连泡菜都吃不上了。一颗白菜37块钱，所以说他在咱们山东啊，临时非常紧急的就买白菜，买了30万吨的白菜，在山东。这小本子家大米没有了，要在黑龙江买大米呢啊，咱不知道卖不卖他呢。反正说现在这个挺吓人，所以不排除尹锡悦想通过外部的一些冲突、局部的可控的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不过咱也得说啊，家人们，你想靠战争转移矛盾是有条件的。对不对？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一招你转移，但是你得打赢啊，对吧？就即使你不打赢，你不能输啊。如果你打输了，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会恶化矛盾。就像当年那个阿根廷那个总统发起马岛之战也不是一样的吗？但是到尹锡悦这儿，家人们啊，到尹锡悦这儿，韩国无疑对自己的军力比较有信心，所以说现在其实就看大漂亮啊会不会把他给摁住了。因为什么呢？毕竟韩国的战时军事指挥权握在人家漂亮手里面。那说到这，有老铁就问了，说美国人他都已经在中东在俄乌那被牵制成什么样了，他不敢下场，应该会阻止韩国人在半岛搞事儿吧？怎么说？按照常理正常人来说是这样的，但是老铁们，你就说美国是正常人吗？而且现在这个局势对美国人来说，要是全按照常理来说，那就直接等死了，就毋庸置疑了。所以说美国人会不会按得住韩国，还真说不定。就算他美国到时候分不开身，兄弟们你别忘了还有个狗呢，还有条恶犬呢，小本的呀，小八嘎呀，对吧？至于有人担心说小八嘎会不会出手呢，我就这么说啊，这事儿你们压根都不用猜，真的。今天新闻大家伙有没有看的？韩国有个新闻都给我笑屁了，有一个韩国的叫后任部长，在韩国国会任命听证会上，直接当着国会所有成员的面都震惊全世界了，把他家人都给震惊了，还有好几个国家媒体记者全在呢，直接宣布个事儿。他说啥呢？说那个朝鲜半岛被日本殖民时期就已经灭亡了。日本不是殖民过朝鲜半岛吗？所以说他咋说的？他说我们韩国人，我们的先辈是日本人。我的个妈呀，家人们，我没说错啊，我也没夸张啊，我也没瞎咧咧啊，你们也没听错。2024年了，朋友，一个后任部长当着全世界面要拉着全国的全部的韩国人给日本人当子孙了。那你们以为这就是很离谱的吗？错了。这哥们说完这个话之后，韩国最大的在野党，也就李在明那帮人直接站出来说话了，说他这玩意儿你是个反国家人士啊，直接要求这哥们辞职。按道理来说，就这种人说出这种话，
给韩国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了，对不对？你别说立马辞职了，你送监狱都不为过吧，对吧？结果家人们，这事儿发生1天半，说这话的哥们是一点事儿没有。有人说为啥呀？这韩国人愿意给小本子当狗吗？对吧？说白了，美国人在背后操刀的，操控的韩国的政坛，然后把这个货死保下来了。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啊，说美国被这个中东啊，被俄乌牵扯了，就不会阻止韩国在半岛搞事儿，太天真了。在美国就能让韩国人直接说着他们的祖先都是日本人这种话，你们想想，家人们，在关键时刻，美国豁不出去吗？豁不出去，韩国当炮灰吗？至于有人好奇说，美国如果允许韩国在半岛搞事儿，动机是啥呢？家人们，我就这么说啊，目前大漂亮包括大毛有可能啊，都希望促成这件事儿，就是想办法把半岛给搞起来，知道不？然后把熊猫给拖下水。有人说你太阴险了吧？不是，家人们，你们听一听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之前大漂亮由于把精力放在中东地区和欧洲的俄乌冲突上，所以当然不希望熊猫给他找事儿了，对吧？因此呢，俄乌爆发这2年多来，大漂亮把所有的大部分的部队啊都攥在自己手里了，就准备去应对熊猫。所以说在大毛跟乌克兰冲突当中，在加沙冲突当中所采取的都是有限支援。我都说了，你可以说美国坏，你不能说美国菜。如果美国把所有的精力，大部分精力，咱不是所有，你拿出来对付一个地区，它一定是有胜算的，但他不敢。为什么都是有限资源呢？因为这边他强敌环伺当中有一个一点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方，就是亚太，就是熊猫。但现在大漂亮恐怕绷不住了，因为什么呢？长期把大量机动力量握在手里不动，同时任由其他2个需要兵力的方向得不到足够的支援呢。一旦这2边方向全崩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家人们啊，俄乌战场双方虽然说打的是你来我往的吧，但总体上大毛非常稳，知道吗？非常稳，本土已经遏制住乌克兰的进攻了，而且据说乌克兰现在还在往里投兵力，正常不说12000吗？现在说乌克兰往里投了3万的兵力了。那么就在这种焦灼的情况之下，你想想，家人们，你别忘了，永远不要忘了主战场。主战场还是乌东四州，还是赫尔松，还是那个哈尔科夫啊，对不对？但是家人们，乌克兰就是上套了，在乌克兰的国土上，就是整个俄军大毛军队啊，利用乌军大量有生力量，直接被干到库尔斯克方向，就这个机会攻城掠地啊！这2天打得如火如荼啊！而且兄弟们，在加沙你们也看见了吧，对吧？抵抗之狐发起了新一轮对以色列的围攻堵截。我能这么说不？第1轮是哈马斯，第2轮是黎巴嫩执政党，第3轮兄弟们是伊拉克。现在以色列什么概念？你别的多的不说，少的不唠，家人们，你别听什么瞎咧咧，什么以色列还没受影响，没受影响。我就请问了，什么叫做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这得多严重才能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呀？没影响能全国进入到紧急状态吗？对不对？下一步的发展咱们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漂亮如果再像既定方针那样，把大量的机动力量握在自己手里面，防着熊猫在西太出手，那不就相当于什么呀？坐视另外2个方向，你这个撑不住，特别是以色列那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家人们啊，大漂亮反而需要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什么？让韩国人直接当炮灰，主动把熊猫拉入到战火当中，让熊猫在西太也陷入一场代理人战争。这样的话就可以利用一个时间差去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了。如果我们不下场，他不敢，像金融战不也一样的吗？我们不降息，他也不敢降息。为什么他们这边人来了，不管是布林肯还是沙利文、勒万乔来，第一个事谈都是降息呀，都是一样的。但是稍微懂点军事的咱们都知道，大漂亮在西太的棋子，不管是小本的也好，小韩的也好，飞猴的也罢，他不可能跟熊猫有一战之力的。我们都没当回事儿，就飞猴子这么挑衅家人们，真的，我们那大水泡子呲的咱都没动手。上一次动手他折了一个手指头，家人们，我们用力过猛了，都没用力，真的没想到这么脆。那海豹突击队没想到真是个海豹，哪是突击队呀？
对吧？所以说家人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与我们有一战之力，但在战争规模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把熊猫拖一段时间，甚至迫使熊猫投入到更多的军事资源，那确实没问题。而就这么一点时间，家人们，其实已经足够的了。大漂亮就趁着这个空档期直接下场中东，然后解决以色列的问题。等以色列问题解决了，家人们，那其他事就都好说了。所以很明显，大漂亮非常希望半岛这边出事儿，而这个地方选择上也有条件，不能太弱，2小时就收拾了那起不了效果。就像你看，我们能看到南海那飞猴子在跳，但是熊猫都不上当那个凤梨那边也在跳，但熊猫呢也能摁得住，对吧？而兄弟们，半岛就不太好说了，知道吗？毕竟80后这边呢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没错，但是他韩国不是对不对？80后说我给大哥你们面子，我不主动出手，但是韩国人找事儿那以我这个性格我忍不了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擦枪走火了。说白了，家人们，80后和伊朗有点相似，他们都是有一个大问题的。伊朗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中东这一块，伊朗跟以色列就只能剩下一个，而80后那边呢，他是在半岛这边这个80后和韩国只能剩一个。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家人们？朗哥他要干的是美国的亲爹，所以压力大，布局就得长远，你放长线才能钓大鱼，出手时机得挑好了，挑准确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家人们，朗哥有时候也能稍微商量一下。而兄弟们，80后这边可完全不一样最强80后本来他个人的脾气就大，再加上他的对手还愿意给日本人当孙子，对不对？而且现在呢，80后这个实力那太猛了。所以说家人们，一旦真是叮当456了呢，真是刀枪炮戟了呢，谁去劝80后别动手我估计都不好使。你们想是不是这个事儿？最后就是从另一个方向讲，就是俄罗斯的态度。这个家人们咱就不多说了。普大帝想不想让半岛这边出事儿，我相信家人们你们心里都有答案。但是还是那句话，这次半岛局势会不会出事儿，最终还是得看美国这边他有没有到那个地步。有人说苏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处理方法呢？来，老铁们，我告诉你就咱家处理的方式，就是你听完之后你就知道我们拿捏的死死的。现在你看中东各方都要放话，要大战，对不对？我们也说了，在中东这个片区，以色列着急，美国也着急，对吧？然后呢，美国得救他爹呀，美国救他爹怎么办？我刚才说了，有限调离你得调离吧，于是就直接下令，咱们从头捋就把部署在咱们家周围的军舰的航母潜艇大黑鱼全往中东调，因为没办法。同时呢，家人们，俄乌战争这边也开始发力了，是吧？大漂亮说了，我这边要下场中东，俄罗斯那边你给我看住了，怎么办？紧接着家人们就在前几天嘛，是吧？一个半个月之前吧，对不对？直接下令说让乌克兰直接干到俄罗斯本土。这么干，人家说就会让俄罗斯没有办法干扰大老美在中东的行动，同时为了压得住咱们家人们就是让咱们也没有精力去管其他地方。在南海家人们，美国一直没消停嘛，先是干啥事儿了？让飞猴子找事儿一方面喊谁帮忙呢？喊越南帮的忙对吧？但是万万没想到，家人们，我们一出手就是有没有一条运河啪嚓给你砸老实了，对不对？柬埔寨吗？说15天挖了20里地，当时1000来个渣土车挖掘机没有出现一次事故，当时把债主们都看蒙圈了，说这是什么个中国速度这是什么个中国牌面都懵了，真的。那么与此同时，家人们，在林肯号家人们这段从来没有人讲过，我给你们讲讲。你们都知道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要去中东的时候，是吧？当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去中东的时候，兄弟们出现了一个什么事儿，知道不？记不记得有条新闻说了，咱家的055大区，包括山东舰就是直接跟这个林肯号走了一个碰头，碰上了。记不记得新闻呢？然后随后山东舰呢直接转了个身回来了，碰完头没勒他，直接把巴士海峡给堵上了。兄弟们，这意味着啥你知道吗？如果林肯号你想再继续往中东海域走，你有2个选择，要么你选择走巴士海峡到南海，
然后再到马六甲海峡，直接进入到印度洋，对吧？要么你就放弃巴士海峡，但是你得有一个缺点，你得绕道，绕哪儿呢？绕到菲律宾群岛，直接进入到马六甲海峡。然后兄弟们，老美眼看的呀，那走那个巴士海峡近呢，狼挖死活不敢进。为什么？咱家山东舰疤横那儿呢，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这过，买路财都不行。我们也没说话，但老美吭哧瘪肚的没吱声，绕道了，绕到了菲律宾东边，绕了一大圈啊，兄弟们，进到哪儿了？进到马六甲了，对不对？但是兄弟们，我告诉你，你以为这是最牛的了吗？不是啊，他前脚刚绕过去，家人们，咱们后脚干啥去了？有没有说后脚直接干到东帝汶了？家人们，这个时候林肯号航母还在去中东嘎哒嘎哒嘎哒走呢，但是兄弟们一回头买废了。为啥？老铁们，东帝汶周围，你们打开地图知道，看看东帝汶在哪儿。东帝汶周围原来就是过航母和过核潜艇的，现在他们一走，后脚知道门给封上了，以后可难过了。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回不去了。哎，就在老美和老英的他们愣神的时候，兄弟们，还有一个新闻，记不记得？咱家的邻居泰国有变动，直接把总理给换了。他信这一家子回来了，而且上来你记不记得那女总理啊？说啥了？说我们特别感恩，在这个时代有机会和东方大国保持友好的联系，而且我们要一直跟东方大国保持友好的联系。你别忘了，这个女总理是在中国留的学。当时老美一听脑瓜子嗡嗡响，那东盟就这么几个国家，这么几个国家里面就这么几个还挺有钱的里外里全失败了。老美这一看不行啊，是不是啊？这一个大运河干开了，那越南也老实了，完了现在泰国也老实了。于是乎老美又让小飞猴子挑事儿，说你要不挑点事儿，东南亚这边他都回不来了，那都不是站不站稳脚跟的事儿，都出去了，回不来了。那么与此同时，家人们安排了什么事儿呢？让你们记不记得柬埔寨搞颜色革命这个事儿？后来调查出来了，不是老美和以色列包括什么越南干的，谁干的呢？小本子干的，让小本子特工去了柬埔寨，而且启动了柬埔寨特工搞的这个柬埔寨的颜色革命，就是不想让他们修运河。为啥咱们这么快呀？呼喊五五玄玄，咱家司机在大客车里面，大卡车里面吃喝拉撒全在里面，就是主打一个猛干，24小时不停工，15天兄弟们挖了20里地呀！你们想想什么概念？对不对？就是我们怕夜长梦多，我们就要生米煮成熟饭。结果家人们刚折腾不几天，那小本子们让人给弄死了让那个瓦格达那边嘛，对，为了保障运河的安全，然后咱们家这边呢也得溜达呀。于是乎我们的055这些什么舰艇直接干到旁边去溜达去了。老美一看，妈，这招也不行了，看这架势怎么整啊？兵力不够啊，对不对？那你这赶紧让北约的舰船过来吧，因为现在整个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军舰、潜艇，包括什么航母全都走了，没招了。昨天我不讲了吗？为啥什么意大利的核潜那个航母，包括什么德国的、英国的什么军舰都要过来呀？说就要让他们北约这些舰船过来帮小本的，因为在亚太地区能拿得出手的狗只有小本的了，而且拉着小本的小韩的一起在韩国西边海域演习，记不记得前2天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拿捏我们嘛，就是想针对我们嘛。那行啊，那你演呗，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舞台这么广，我也能演，对吧？他们演我们也演，就看谁能玩过谁呗。然后咱们家就在黄海那边叮当4、5、6开始演习。美国一看坏不行，整不了整不过，说你就这演习的态度，你别说意大利了，你别说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了，对不对？我老美去了我也啃不下来呀，打呢肯定是他不敢下手，对不对？你让小本的小韩子去，这俩货肯定也不敢，如果真敢了就2个小时就下课了。所以怎么办呢？换套路。换什么套路？老铁们，这2天一直有新闻没给你们讲，一直有个新闻没讲因为我不太敢讲公开支持美国，公开支持缅甸的反政府武装，知不知道要推翻缅甸的政府？
这边刚喊完，老铁们，因为啥？我们都说了，我们可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希望地区和平安全发展，对吧？你闹归闹，打归打，那是你自己家的事，我不管。但是跟我家离得太近了，原来你叮当456，呼呼哈哈，五五旋旋，你没有个分寸感，对吧？时不时拔一个蛋，你落俺家。这回这个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出现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人民财产安全。所以说，老铁们，咱家立刻调集兵力，直接往边境叭那么一干，中缅边境地区演习，一演就是4场，4个地区演习，已经准备应对一切突发事件。老美一看，坏了，完蛋了，这也不行啊，能用的牌，老铁们几乎全用完了，以远水也解不了近渴啊，对吧？然后他就把那个就看啊，放眼全世界，就搁那个找啊。这家伙老铁们就寻思，怎么能遏制住我们呢？要不整点动静，自己也难受啊。那这群小弟一看，那大哥都走了，那兵都撤了，肯定这帮小弟也慌啊，蒙圈呐，也不敢往前顶啊。干脆怎么的？美国说了，我自己上。记不记得又发现一个新闻？一条破船就开始在凤梨海峡开始炒作，但是兄弟们，我跟你说，他也虚。炒作之前给咱家打老多电话了啊，说我们是自由航行，我们是就是有事儿就过去一下的巡航，正常巡航，没有任何挑衅意思。但是老铁们，就这个船通过咱家凤梨那边海峡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岸基反舰导弹的十字架一直在瞄准它，那不叫监视，那不叫伴飞，家人们，那叫直接瞄准你。万没想到，我不说刚来被咱家堵住了。然后老铁们不带岸基巡防导弹，直接2架直驶齐脸输出，叭就过去了，真的就齐脸，那丢脸丢姥姥家去了。老美直接麻了都，说我的妈呀，这么牛吗？现在龙都这么硬了吗？就在闹心的时候，老铁们，这个时候出现啥事儿了呢？美国有2个航母航母战斗群已经到中东了，然后林肯号呢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这个管辖区域，但具体是哪儿人家没说。看胡塞老弟最近没有传出来打航母那个消息啊，刚才我不说了吗？你看美国的航母到哪儿了，你就看也门胡塞武装发没发信息，这2天不没发吗？应该是没过红海呢老美现在就在哪儿呢？就在那个这个亚丁湾那边狗嗖嗖的。但是老铁们，等他一抬头，坏了，又蒙圈了。你知道咋的了吗？这2天跟埃及在地中海连演呢。老铁们记不记得？家人们记不记得前2天黎巴嫩真主党干以色列，干了320枚火箭弹，叮咣456发了1000多轮，整个加起来，美国一个屁20多艘军舰就在地中海东边，一个屁都没放。说突然之间那电子系统全坏了，再一转头一看，这边连演呢，跟埃及马上20兄弟也要去了，老闹心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咋整啊？谈吧直接没办法了，找咱谈，说先稳定一下。但是兄弟们，谈你拿什么姿态谈呢？你跟我们谈点啥呀，对不对？然后他过来的时候就多了一个这个画饼拿这个事儿得跟咱说。咱们一看，我不想跟你聊但是不聊呢又不礼貌，那是老路子经常使，你上瘾了行吧？那怎么整呢？是不是你要有点筹码，那你就过来折腾呗。那我们南海再演个戏，实在不行再演2次，是不是？老美一看完了，这计划又失败了，怎么办呢？只能硬着个脑瓜皮子过来。先是布林肯过来，先过这2天不是沙利文要来吗？结果就卡在印度洋中间那个林肯号，还没等往前走呢，转头又哭了。什么概念，家人们就是熊猫的海军编队技术停靠在斯里兰卡，现在林肯号也不知道自己是该去还是不该去红海了。他过呢，胡塞肯定干他。要是咱家军舰过去看个热闹，那就搞笑了，对不对？那地中海演习，红海挨揍，后面有一大堆拿着西瓜吃瓜看热闹的，那给他堵中间，北极熊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他咽也咽不下。正在抓耳挠腮的时候，兄弟们，大鹅给他上了一课，知道吧？给他叮当456一顿，一次性兄弟们直接干了乌克兰15个州，而且今天到现在没停呢。
全国停电，水电站给你炸了，基辅差点没淹了。现在的局面对于老美来说，我跟你说无比之煎熬，真的温水煮青蛙，这招想用在咱身上，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老登任期之内，家人们你就看整个的美国地位歘歘一嘎子往下掉。本来想找点事当筹码，结果筹码丢了，命都快没了。所以家人们，现在礼拜里我跟你说整个破防了。沙利文这次来咱们东方大国，现在已经到北京了，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怀有什么样的心情，真的。于是老铁们啊，咱就说，我说到这儿我就要给你们讲个菲律宾的事儿了。怎么说呢，整个7月份飞猴子在咱们家南海老老实实连个屁都不敢放，但时间一长大漂亮就坐不住了。大漂亮一看这熊猫发展太快了，尤其是在7月份呢，那全球经济都这么不景气，都拉成什么样了？咱们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就是制造业同比增长5.1%，而且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兄弟们，最关键什么呢？集成电路的增长是26.9%，3D 打印装备的增长是25.3%。有人说为啥说这两个？什么叫集成电路？什么叫 3D 打印？这说明什么？说明着我们家的高端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依然在嘎嘎子往上提速。你看全世界经济一片哀嚎，欧洲被俄乌战争整的，家人们那就又偷又抢又留言购，产业链全都干废了。俄罗斯到现在打着仗呢，中亚中东战火纷飞，一个个剑拔弩张。非洲你甭说了，对吧？你再看大漂亮，7月份制造业叫 PMI 指数为46.8%，低于预期2个点，连续4个月环比下降，说明什么？说明制造业越来越烂，想要制造业回流，留了个寂寞。进出口贸易，家人们，7月份依然是逆差，就是进口的比出口的多，对外贸易就赔钱。这个逆差达到多少钱呢？650亿美元，逆差达到650亿美元，环比还增加了43亿美元，天天吵吵制造业回流啊，家人们，逆差干到了650亿美元。也就是说同比去年还赔了43个亿，所以整个世界经济无比之惨淡。结果熊猫一枝独秀，大漂亮能不眼红吗？对吧？跟人一样啊，就大家都没有，都笑嘻嘻。要是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那就得互相掐架了啊，什么都得就是指手画脚一下了。那你看大漂亮那心胸狭窄呀，对吧？于是大漂亮就开始出主意了，就找那个小飞子就说，你看小飞子，南海你还得要啊，你这没动静可不行啊。小马就说了，不行啊，大哥，我弄不过熊猫啊，惹熊猫不行啊，没啥意思，不光挨打还丢人，总埋汰俺们啊！而且你整天让我整熊猫，你就动嘴，你让我上，结果我上了，我挨打了，你不管，你那军舰就站旁边，连出手都不出手，还往后退。那这我1来2回的，我整1回行2回行，3回4回没朋友啊，对不对？所以这事我干没意思，就这样，我不干了，我认怂还不行吗？我跟熊猫混，我也能挺好。大漂亮在一边一听说，那不行啊，老弟你不能这么想啊，你这么想你狭隘啊，你自暴自弃啊，你破罐破摔啊，做人咱得贵在坚持啊，对吧？咔咔一顿洗脑，说你得坚持住了。心灵鸡汤刚一开头，那菲律宾转头就想走，美国说你莫走啊，你莫走，这么的，我这次给你个保障。是什么保障呢？说完之后啊，美军印太司令部总司令直接宣布了，说美军军舰有权给菲律宾运送补给的船只提供护航服务。你们没听错，印太司令部的总司令要让美军的军舰给小飞猴子这个破烂那个船那个补给提供护航服务。这话一说完，你就见小马哈斯嘿嘿一笑说，大哥我有一计，不用军事演习，也不用你上，我一个人上，你看怎么样？大漂亮一听说，妈呀，这小马你开窍了呀你啊，难道咋的？难道是乌克兰的小泽死了附到小马身上了吗？再主动请缨的，你是有病吗？就见小马一摆手说，大哥我看了，我这国内呀马上也是要乱了，现在反正我这个声望越来越低，反正我人也挺那个啥的挺高的，那就包括那个杜特尔特那啥的，他们都要上台是吧？我估计我也干不到任期之内了，我就得下课
我也想了，那与其这样呢，那还不如多挣点钱呢，给我下半辈子有个着落。那样，你给我5个亿，这回呢，你给我私人打我私人口袋里面，你打到就我在你家那个账户里面，然后我准备，接下来我来波大的，我直接干过去几百艘船，然后拉着菲律宾海警啊、菲律宾海军呐护航，你就给我提供个情报支持，你别让我在大海上 GPS 直接失灵就行，你看行不？大漂亮一听这话，直接笑开花了，说那太行了，兄弟呀，你干吧，你别说啥9月份了，就今天来，就28号啊，咱凌晨直接开始。小马克思也虎哨的呀，转头一看，自己的美国账户里面多了几个亿呀，老铁们当时就上头了，直接找了兄弟们大概是60多艘船，同时小飞的海军包括小飞的海警船全都就位了啊！有老铁就要问了，说这是真的吗？今天也没看这个消息啊，说菲律宾有大规模出击吗？不知道啊。哎，老铁们听啊，菲律宾准备了是真的，但是呢还没出手呢，计划直接泡汤了。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边刚有行动，好家伙了，一艘菲律宾的海警船正准备冲出菲律宾海域搞事儿呢。往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地方啥时候有个小山了？我这地图上没标啊。然后老铁们再一抬头，我的妈呀，055万吨大区，那就跟个山似的，直接就处在菲律宾家门口了。当时这个菲律宾呢，那吓得都尿裤子了，海警船直接就真的那尿的那船上都能游泳了。想说突破不了你055，我还不能绕过去吗？说时迟那时快啊，又把这个菲律宾的海警啊，大概是40多艘船同时派出去了啊。但是呢，你说好使吗？我只能说，做梦吧。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菲律宾刚行动就被发现了。菲律宾现在稍微有点战斗力的船，全被熊猫24小时监控着呢，监控动向。就这你还想搞偷袭？偷袭个屁呀，对吧？那没有了军舰，包括海警船的护航，你想想，你说飞猴子就搞这个100来艘的破船，它能有什么用啊？比人多，那咱家南海的渔民全体出动，一人一口吐沫都给你吐的找不着北。所以怎么说呢？就这一波，小飞的没出动，直接放弃了，反而是咱们家的渔民啊，到了之后那就没打算走。现在仙滨礁啊、黄岩岛啊、仁爱礁啊，每个地方几十艘的渔船，咱都不说海警，不说海军，几十艘渔船就在附近待着。那小飞的想搞坏事那基本没啥可能了。至于他啥时候狗急跳墙，那不知道，但是能猜到的是什么呢？小飞的一旦狗急跳墙，就一个字儿死，而且咱都不用动手。那大水炮的嘎嘎就给他干死，对吧？说完这个家人们啊，咱呢确实还想给你们讲新闻啊，给你们讲新闻，但是呢，确实咱们那个先连个什么吧，先连个小许吧，好不好？